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三再次出现股债汇相杀，美国20年期国债发行疲软，引发市场对次日持续通胀的担忧，让近期火热的反弹行情像被泼了一桶冰水，大家开始清醒。同时，美股也出现了经典的见顶 K 线信号，也是本轮出现的第一次空头信号。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2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一个经典的逃顶信号复阴线。而后在第二部分，阿哲会站在多头的角度，告诉大家，目前如果你持股获利，那么您的减仓点以及对应不同投资者，您应该在哪个位置做何种策略，会在第二部分详细的讲解。最后第3点，我们会讲到日内的撑压，在5月22号，也就是今天盘中美股它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哪些点位，阿哲会提前告知各位。在明白了指数的一个环境之后，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而后是英伟达、半导体指数、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对于以上个股，我们会进行一个短线和波段的解析，告诉大家他们关键的今天的日内撑压位又是哪些点位。如果您是一位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阿哲呢需要明确的提醒一下，因为阿哲视频平时分析的标的那么会比较多，所以呢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点开播放按钮旁边这里的一个三角，点开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是阿哲亲自去整理的，而点击对应的时间轴，您就可以快速跳转到对应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减少您的一些观看烦恼。但这里呢有一部分是千万不能随便跳过的，就是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分析。阿哲一直认为所有的个股的走势都会受到指数的环境的影响，当指数整体偏空头时，那么个股的多头机会要么是少仓位，要么是不参与。反之，当指数存在多头机会时，那么一旦出现做多机会，只要积极做多。所以我们的所有个股交易策略都是建立在指数环境的分析之下，所以一定第一部分不能错过。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复阴线。不过这里呢有一点要修正一下，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这一根阳线是天量阳线，然后有同学也反馈了，有些软件它并没有出现天量的走势，而我们看到这一个图表下，它的量能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天量，而在上期视频阿哲所看到 TradingView 的数据其实是有天量的。那么可以说呢，成交量会骗人，但阿哲没有想到它是这么一个骗法，也同样没有想到 TradingView 呢也有数据出错的一天。现在它进行了一个修正，那么天量阳线我们暂且先不用，但哪怕这个天量阳线它不算数，当前面的 K 线它的三小顶依旧是有效的。所以昨天的这根 K 线收盘价跌破了前方的三小顶这个区间，我们也认为它其实也是风险信号。所以如果您是一直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昨天这根阴线产生时，至少它要构成您的一个减仓点。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这根 K 线单独去分析，它叫做复阴线。何谓复阴线？在我们九阴真经的第1章节当中有讲到的第一种阴线，只要您是财生同学，应该都有看过这一份文件，或者说这一个模型。所谓的复阴线呢，它是一个股价高开低走的样式，它的第一个要求是它必须有2根 K 线才构成最基本的复阴线，它需要有一根阳 K 在前，阴 K 在后。而阴 K 的特点是它的最高价格当天是比阳 K 的最高价是要高的，而阴 K 它的收盘价比阳 K 的最低价是低的，盘中有冲高，但收盘却比昨天最低价低，它是一个杀伤力很强的一种下跌行为，对于情绪的打击是比较严重的。这里也有一些宽松的复阴线条件，当阴线收盘价它虽然可能没有低过阳 K 的最低价，但如果它是比阳线实体一半要低，也可以算是一种复阴线，只是效果上它不如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一种杀伤力那么强。复阴线的特点，它表明为出货和砸盘。这种下跌强势的动作，它可以是一轮上涨之后的出货表现，而股价会下跌转折。同时它也有可能是一个上涨中途当中所出现的复阴线砸盘行为，为的就是让多头恐慌，让多头下车，而后还有上涨空间。所以每次出现复阴线时，我们要去考虑它们两者之间是哪一种呢？是出货的复阴线还是砸盘的复阴线？这怎么样去看？
通过文字表述，可能大家还不太明确，但接下来呢，我们用实际的案例来去讲解。目前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呢，阿哲是把副线都标记出来了，不管是标准的还是不标准的，你会看到昨天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负线的字样？那么只要出现，就说明它是产生了负线。那么曾经这里也有一个负线，那么像前面这里它也是负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包括这里、这里，是不是它都为负线？而最近的这长达数月的行情当中，也就昨天出现了负线，所以阿哲呢已经很久没有讲了。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怎么区分它是出货的负线和非出货为砸盘的负线。这里的关键在于负线产生之后的行情。当你发现在一根负阴线产生之后，它的第二天我们称为 XK 线，这根 K 线的高点为首要面对的压力。如果负线后股价的下跌，它表现为出货，那么正常来讲，市场的一个负线的 XK 线高点是很难被突破，或者说有效突破的。那么股价只要在负线后不能突破 XK 线的高点，那么皆为后续还有下跌空间，都是一个风险信号，为出货的负阴线。而反之，如果在产生负线之后出现的第二根 K 线 XK 线是上涨，甚至呢它的收盘价比负线高点还高，这种动作一般意味着它为砸盘的现象可能性更高。而未来当高点被突破时，是不是还有上涨空间？那有同学也有一个疑问了，那出现负线之后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已经赚钱了，那么出现负线我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只要你手中有盈利，那不管这个负线是砸盘之后有机会上涨看涨的负线，亦或者是它出现之后会出货的负线，阿哲一般建议只要您手中有盈利，产生负线时就是一种减仓点。不然的话，你说这种负线出现了，等第二天 XK 线被突破有多头的利润，但前期如果买进之后没有离场的，到这里再买，其实你终究还是被套的，最多就回个本而已。所以一般出现了上涨当中的负线，我们默认它是一个危险信号，以减仓对待，甚至呢以看空来对待。我们看到前期的这一轮走势，在明显的单边加速之后的负线大概率为出货行为。这一根负线产生之后，你说我等它反弹不过再去卖，往往呢是很难卖在一个相对的合理的位置，它可能卖出的地方就不太好。所以出现负线，我前面赚钱了，那我可以先去减仓。那有时候我出现负线之后呢，我卖了，当你发现它不跌，那不跌的话，等到突破我再接回来再看涨，其实是可以的。这是一个交易当中我们要去明白的一点。而如果市场处于一种相对单边的行情走势，而不是这种低位的负线，那么甚至呢，我们都不考虑它的 X 会不会被突破，只要它前期走过一轮明显上涨，一旦出现负线，就是一种风险信号。X 的不能突破，只是再一次的确认而已，在当天就应该减仓。在它不能突破 X 的高点 ，X 高点产生压力时，我们甚至呢去做空都是 OK 的。所以以上根据实际的纳指的案例，我们知道了负阴线出现后的处理方案。我们不用去管它究竟是出货的负线还是砸盘的负线，你只要知道一旦出现，说明短线风险。只要你上涨是有利润累积，那么预见它要卖或者减仓，特别是相对追涨进去的，最近你的仓位比较高的，你的成本是没有优势的，出现之后要小心。第二种呢，就是负线后的 X 为观察 K 线。我们知道是负线为风险，但是它究竟是砸盘还是出货，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而怎么去完全的确定，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会出现压力，当它有压力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这个地方出货的概率是极大的。它的最高价格判定是否为砸盘，如果它这一根 K 线直接第二天就是收盘价比负阴线的高点还高，那么直接作为看涨点，或者说至少可以作为接回你卖出筹码的一种意向，因为多头还很强。当然了，这个买点一般不建议在高位去使用，它呢可以作为您做空之后的一种减仓或者说止损点。而如果您是跟阿哲一样，在本次上涨当中不做多头的机会，而是关注在熊市反弹当中空头的机会的同学，那么遇到负线之后，其实多头减仓点则为空方的进场点，而现在这根阴线则作为空方首次进场点。
前面所讲解的复阴线的操盘手法，主要是建立在我是做多头而有所盈利，而假如您是想做空而以做空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根复阴线产生则作为第一次的买进。阿哲一般建议这种未被确认的信号，您最多也就开2成仓，不要过于重仓您的空单。直到后续 XK 线产生有压力时，比如说出现了下跌反弹，而后再下跌，出现了类似下跌三法的结构，我们再认为你可以再次的加仓，因为这个出货行为被确认了。目前还未确认，那么仓位呢，尽可能不超过2成的空单。明白了复阴线之后，我们来到下一部分为多头减仓点。多头减仓点也可以作为空方的加仓点。那么我们以多头，比如说你已经买进了，而后有盈利了，它分为2种投资者。第一种就是我可能是在这个位置追涨买进了，有利润，但是成本较高，仓位可能也很难上得太多。好，这个时候出现了三小点的破位，出现了复阴线，出现了运线的下破，这个时候我已经应该获利兑现了，这是一个右侧非常右侧的获利兑现点。如果你的成本没有太多优势，那么其实前期在出现三小顶时呢，你已经可以去卖出手中筹码去获利了，没有必要等待这样的一根阴线产生。那么这根阴线它的减仓点更多是对应于您的成本可能在这个区域为主，甚至呢可能您更加厉害，成本在这个附近区域为主，您就可以按这种方式去减仓。在出现复阴线之后呢，作为减仓的方案。而如果出现 XK 线那根 K 线的高点被突破了，那么我们重新把减仓的部分重新的买回来，继续看涨。而如果它没有出现我们的 XK 线的突破，确认这里是一个砸盘的动作，那么在这之前以出货来去认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下一个减仓点就是一根阴线把170天 MA 给跌破了。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都讲过很多次了，170天均线如果真的是牛市，那么它这里应该会有强势的支撑，而如果是熊市，这个地方它是压力。所以如果有一根阴线明显跌破170天 MA， 那么这里我们更加确定它是一个熊市的反弹，而不是牛市的回调。所以这一点作为多头来讲，就是进一步的减仓点。为什么要减仓？因为我要保住我的利润。而减仓点的产生，一次一次的跌破，其实就是我的心理防线，我对于牛市的预期在一步一步的降低，所以我的仓位，我的多头仓位，我在慢慢的兑现，这是对于未来预期的改变。我们的交易是动态的，它在持续上涨的时候，我持续看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它已经出现下跌，跌破关键位置的时候，你就不要死撑着认为它依旧保持多头。所以目前有第一个减仓点。那么第二个减仓点就是170天 MA 被跌破，第三个关键的点位则是这个缺口，在跌破170之后，它的关键价格的支撑将会来到这个缺口这根阴线的高点附近，而这个高点附近如果也被阴线跌破，则再一次确认了我们这一波市场的回调它没那么简单，它可能真的是进一步步入到了一个熊市反弹高点的确认。那么一次一次的往下跌破，包括这个天量阳线的低点，如果后续调整也被跌破，是不是也进一步减仓？当然，这些减仓点对于很多同学来讲，可能你用不到所有。像我们最后的多头防守，就是这样的一根阴线的低点。为什么它是多头防守？为什么它是最后的支撑？在昨天内部课程当中，阿哲是明确讲解了。如果您感兴趣，稍后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的内部非公开的课程。而这个减仓点，如果您的成本在这之上，您是用不到它的，您最多用它来做分析。如果您是最近追高的，其实您最多也就用到这一个减仓点而已。除非你的成本很有优势，你是做波段的，那么这一减仓点对你来讲才有用。但是我们也可以明白，它作为空头的加仓点，当出现复阴线而后确认为出货而不是砸盘，我们可以再次的加仓。当有效跌破170之后，空方可以进一步的攻占多头的领地，继续的加仓。当股价阴线收盘能够跌破缺口下沿时，说明这个支撑也失效了，那么空方再次进一步的占据多头领地，进一步的加仓，直到遇到某一个减仓点，它也可以作为多头的支撑位时，出现不跌破有止跌，多头反攻，空方则获利兑现。
所以这是一个多空之间的博弈和计划，我们提前规划、提前明知它的一个关键支撑点位，这是日线上的操作分析。希望以上的内容对您最近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引发您的部分思考。您的交易是否平时也能够如此的去进行定义？如果目前您对多头减仓点和负盈线的知识点已经有所明白，并且对您有所收获，那么老同学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一句您的宝贵评论，感谢我们老同学照常的点赞和评论支持。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希望在有所帮助的情况下，能够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同时，您再点开全部铃铛的选项，未来阿哲的每一期公开视频、公开的直播和帖子，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首先第一个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有关今天日内周三的支撑和压力位，这一个指标叫做红绿灯，它是根据阿哲日内空间的预测所得来的。在当前的图板当中，左侧有一条文字信息，这是每天阿哲盘前，只要美股有开盘，那么当天盘前阿哲就会去发布和更新。而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阿哲会免费为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为的就是在学习技术分析的同时，能够让您对于当下的市场也有一个密切的跟踪和对技术分析的了解。这是阿哲昨天美股开盘之前5月21号香港时间4点39分所发布的 Telegram 信息。当时有讲到的不是负盈线，我们当时提到的是股市当中纳指和标普出现了运线组合，也就是说出现了一根相对的阳线，而这根阳线是大阳线。第二天出现的是小阳 K， 小阳 K 的所有价格都被大 K 线所包含，这就是一个运线。而运线如果股价选择上破，则股价的方向大概率会选择向上，如果是下破，则方向会选择向下。这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点，也是昨天我们的内部课上有去讲到的一点。而你会发现的是，盘中虽然出现了上破，但是没有撑住，而后回落之后选择了下破。那么收盘下破，目前虽然还不是特别有效，但结合负盈线的产生，是不是这里未来的方向大概率选择往下去走呀？除非今天直接收阳又站在了这个运线区间之内，那么也就证明昨天跌破无效，而目前是一个震荡。那么你就按附线的 X 去关注它，这里是震荡还是假跌破选择向上。如果是假跌破选择向上，那么空头就要止损，而多头在这里就会得到一个进场点。所以通过这种 K 线的分析，您在交易上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策略，而不是说别人说看涨我就看涨，某一条消息说看涨我就看涨。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分析，当市场走出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时，我去做多和我去做空。这其中的思路呢，跟它后续的预判准和不准没有太多关系。我们要的就是它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操作，提前制定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计划和节奏即可。只要你每一次的交易做好止损和止盈，那么合理的风暴比，那么你的交易不论准确与否，那么保持一定的规范性，那么您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的这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每天盘中所谓提供的预测高低点，它的支撑和压力位。您可以直接呢按照每天给到的这个点位作为日内短线的支撑和压力，同时也可以按照阿哲这么去使用。在右侧的图表当中呢，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 K 线底下它有一些红灯和绿灯，阿哲讲一下它的一个意思。比如说这根 K 线产生的红灯，包括这些 K 线所产生的红灯，它的意义是在每天的盘前，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一个支撑位如果收盘跌破，则说明空方是比较强的，说明当天空方力量强，这种空头力量是有机会延续到下一个交易日。所以你会发现，当市场处于熊市下跌时，它是会经常出现连续性、连贯性的红灯，哪怕偶尔它不跌破支撑，它也不会突破每天给到的压力位。所以空方占据优势，就说明它会有连续的红灯或者说无灯的状态。
反之，出现绿灯和连续绿灯，则说明每天给到的支撑位都撑得住，而它的压力位都能被突破。那么这种行情走势则跟空头相反，说明短线多方占据绝对领导。而它如果延续的出现绿灯，则说明多方很强势，每天都在变强。所以这一波走势我们可以分成2段，从这个绿灯开始到这个红灯，这一段行情就结束了。根据红绿灯指标，从绿灯起多头强，再到红灯指空方强，为一波利润空间。而像最近呢，这里出现了绿灯，然后走出上涨，目前出现红灯，所以哪怕这里的破位还不一定有效，不一定确认它是一个出货，但是已经在红绿灯的角度上，这一波短线的行情走势利润也应该停止，等到下一个绿灯我们再去买进，再去做多，再去看下一轮上涨。所以当前我们看到昨天为红灯，说明昨天给到的这个支撑位是多少？是18993.64，被收盘跌破，所以它为红灯。那么今天的一个价格呢，第一点支撑是18614.82，这一个价格如果收盘被跌破，也将会延续红灯，延续红灯。那么只要后续不转为绿灯，那么机会就还是没有来到多头这面，那么空方就还是占据优势。所以在这个位置，如果建立了空单的朋友，你就关注一点了，后续会不会转为绿灯？转绿灯则开始减仓，或者说开始打掉止损。而如果作为多头的投资者，在这根红灯的位置产生了减仓，下一天如果还是红灯，那么继续可以作为减仓。而假如红灯之后立马是绿灯呢，则重新把离场减仓的仓位再次买回。这是多头和空头2个角度上的一个思考，建立在同样的一个指标和支撑和压力位上。所以今天在本周的周四关注2个价格，一个是低点支撑18614.82，一个是高点压力19057.03。在目前的一个行情走势当中，如果今天不突破19057.03，那么空方无忧，多头还没有重新回归，甚至呢空头确实是占据优势。所以今天关注一下，价格只要处于这个区间之内，亦或者是跌破支撑，都属于空方优势保持，空方延续，而多头不要随便的再去进场，再去买进。关于这个预测点位，阿哲是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所以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记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每天关注一下纳指的一个红绿灯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它的一个显现。在这里，阿哲也顺便告诉大家如何去领取这个每天盘前的点位和阿哲的解析观点。您首先必须得要是今天订阅了阿哲，点开了订阅按钮，在点开订阅之后，您看到底下的评论区，您除了留下您的评论之外，您可以看一下置顶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有阿哲所发布的一个评论，那么这条评论呢是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只要打开那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在找到助教之后，您需要报名领取，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盘前的文字。那么发送之后，他看到了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同时您需要未来一段时间能够看到盘前解析，他会告知各位怎么去领取，怎么去观看。感谢各位同学的订阅支持。但这里有一点要明确，就是我们粉丝订阅观众的福利不只有盘前，盘前解析的目的呢是阿哲每期的观点能够更及时的表现。我们平时更新视频是在周2、周4和周6，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及时的反馈给各位。而盘前解析呢，是阿哲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所以呢会更加及时，它是有这一个优点。但如果您是想要学到更多的本事、更好的技术分析的观点、知识点和自己能够在市场当中去分析，仅通过盘前，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很难帮助您去更好的学习技术分析。所以对于真正热爱技术分析，想要学到更多知识、更多技术分析方法的同学，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些福利。除了刚才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之外，我们还会有专门的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呢，平时会公布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直播链接和通知。同时，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在群组内提问，阿哲看到呢，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解答。但这个群组有一定的人数限制，所以如果您是听到了本期视频，那么尽快找到助教去报名参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定的进入的条件，您进入到粉丝群组是真的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其他，真的能够有时间花在学习上，花在技术分析的研究上。那么我怎么知道您是这样的同学？其实很简单，您可以跟助教老师拿一节我们曾经的直播回放。
只要您收听了一节直播回放，或者说当天的内部直播，在收听完一节之后，您再去完成一次课中老师所布置的作业，那么只要您的作业做得不要太差，相对合格的话，交给助教，助教老师就会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学习小组，您呢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爱学习、认真的同学。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去领取到这3重福利，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学习上投入一定的心血，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在市场当中存活得更久，并且比别人更加容易产生盈利。接下来阿哲呢也把本月接下来的内部课程为大家去告知。从5月20号开始，我们进行龙头分化捕捉选股选龙头的一个课程课表，从20号开始到30号结束。所以今天呢，您在收听阿哲视频时，目前我已经进行了3节课程。像昨天的破译龙头启动密码，就是阿哲所讲解的。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为大家去精心准备了这样的一套课程，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目前您来参加，虽然不是最及时的，但绝对呢也不是最晚的。所以在找到朱老师之后，除了去回复盘前领取盘前之外，您还可以给他回复一个报名的选项，那么他就知道您想要参与我们的内部课程，您希望更进一步的学习。那么他在未来每天的盘后香港时间上午10点就会发送我们的思想链接给到各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参与学习，以及在后续听到回放。希望这一套课程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对您的技术分析能够有所增长。在了解了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分析之后，不管是作为多头还是空头，应该心里都有了一定的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个股解析，个股的交易环节，您就会如鱼得水，至少总的方向不会去弄错。第一支标的我们会讲到特斯拉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那么关于特斯拉呢，它最近是有了一些变化。在前期连续的加速上涨之后，我们发现它出现了滞涨行为。这个滞涨行为呢，其实在170天均线的2号 K 线上去徘徊。我们之前认为它有可能走了一个当阳不破的强势行情，但是在昨天和前天这2根阴线的走势之下，有了一点变化。大家看到这根阴线是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创高收低，这有点类似于一个假突破的现象。所以呢，这根 K 线是有点套人的意思。第2天又出现了跌破，同时这根阴线的收盘价也跌回到了2号 K 线的区间之内，意味着前方的这些弱势盘整，它只是一个假突破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对于特斯拉呢，我们可以认为今天如果不收盘站回去，那么这一个突破就是假突破，那假突破它就有机会往170去试探它的支撑。而170如果真的是一个牛市行情走出来了，那么它应该有支撑，这里将会产生再一次的做多机会给到我们各位想要看多特斯拉的同学。但是假如这一波调整它没有在170产生支撑，而是出现阴线快速有效跌破，那么你就要注意了，这里有可能它还不是一个走牛的行情。所以接下来呢，对于多头来讲，这一波上涨到此呢，已经要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获利兑现的环节。而对于空方投资者来讲，在这个170之上呢，你去做空它的一个获利，只能以短线来看待。而你目前在这170之上，想要看一个回调，哪怕你做空，也尽可能控制仓位在2成以内，除非未来出现收盘跌破170均线。所以当前结合指数出现的空方信号，我们目前在个股上，哪怕你想做空，仓位千万不要一下子拉太满。而对于多头投资者来讲，目前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回撤，关注它的一个支撑是否有效。我们再看到30分钟的走势，在前期我们讲过，最近所走的这个平台和前面这里是有点一样的，但是你要关注它能不能出现一个强势的突破。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平台的建立后续的突破，并没有在30分钟产生有效强势的大阳线，跟前面这里有点不一样。而当下它又回到了平台的下沿，而且有略微的跌破。那么只要它不去突破平台之前，我们认为这里的做多空间是比较有限的，除非它能够回归到30分钟170均线的支撑，而后止跌有效，才能够产生更多的多头进场点和多方的空间。在空间上有所明白之后，我们再看到特斯拉关于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为什么说特斯拉现在有变盘向下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红绿灯的表现。
是不是在之前连续的绿灯很强势之后，最近走出了红灯，而且是隔天红灯？我们说过，在出现红灯、绿灯、红灯这种颜色交集反复出现时，它其实就说明了有变盘的需要。而正常来讲，像前面这里出现了交集的颜色，那么下一根 K 线为变盘的方向。如果下一根 K 线是收跌的，大概率变盘将下跌；而如果是收涨的，大概率变盘将看涨。关于这个变盘方案，它不是100%的有效，但是阿哲认为呢，它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我们完全可以在变盘看跌的这根 K 线去建立空单，而我们的止损位放在前面顶分型的高点354.99，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建立一笔相对合理的风暴比？往下看到170支撑，而往上的止损是不是也相对合理？所以有时候一个方法不一定你要100%追求它的有效性，一定要准不准，而是风暴比合理，我能够参与，那么就 OK 了。如果打止损，那么就离场等下一次机会，或者说转向做多。而如果往回踩到170止跌，我就空单获利兑现，完成一笔短线交易。我们看到资金层面上，是不是这一天是一个变盘点？股价在连续的流进之后，短线资金这一天也是个关键的支撑。而当前这一根阴线是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收盘开始跌破了，但还不是很有效，实体过的不多。今天如果再次收一根阴线在这之下，而且不是一个小阴线，或者说它不是十日星，或者说假阳线，而是明确的再来一根阴线实体，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一个资金的变盘也明确向下叠加 K 线的变盘向下，两者共振，那么这里往下看它的概率，它的机会则将大大增加，这是两个纬度的叠加。而我们再看到底下的龙头引力，是不是从龙头引力上看，它早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高位的提醒，而只是还没有产生风险的明确而已。现在出现了一根阴线，收盘比昨天最低价低，而且是红灯，是不是也是明确了？所以在这里看跌特斯拉呢是有依据的，而这种依据不是让我们去100%去肯定未来会下跌，而是告诉我们在这里有这种依据下去做空特斯拉或去看空看回调特斯拉是合理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一点，那么你的交易上将会更加如鱼得水，更加有所帮助。那么现在阿哲也讲一下关于今天的预测高低点，它的支撑和压力日内是多少？低点的支撑我们要看到325.835，而高点的压力看到340.98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立马收盘突破340.985，那么直接空头止损，而多头再次进场看涨。当然，这一个绿灯 K 线最好能够把前面的区间给突破，那么会更好。不然的话呢，它的确认信号还不是很强烈，最多只能说空单要小心。而假如今天收盘价跌破325.835，则说明它会把前面的关键 K 线也跌破，那么这里就是空方再一次的确认这个下跌你要注意了，开始俯冲向下。简而言之，在动能 K 线的角度上，它只要今天不是绿灯，不管它是无灯 K 线还是红灯 K 线，都属于空方优势的地方。那么空单者则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以上是特斯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的分析。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在最近讲到170均线的时候，我们一直有提到2号 K 线的由来，就是2天收盘都在170之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形成一个牛熊的分界点，就是2号 K 线，而最近一直都没有去突破，所以呢，英伟达比特斯拉和比指数大部分个股是有所走弱的，或者说比较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呢就不能够作为首选的做多标的。阿哲也知道它会有财报的发布，可能如果有财报发布确实是好的，那么有刺激的，那么或者其他消息面它可能会涨，但是目前从技术面上来看，看不出来它比较强势，那么就说明资金呢还没有特别的明牌，人家机构、人家其他的资金还没有动的情况下，你提前去博弈财报可能发生的上涨，其实有点赌的成分在，所以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哪怕你真的去赌，仓位也不要重，它目前是不是很强势的在技术面上，因为2号 K 线一直没有去突破。而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负线组合，那么这种负线产生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它的 XK 线，也就是今天那根 K 线，如果高点有压力，那么这里的特斯拉至少高点会先确认一下。而后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层面，从 K 线来看，
前面的上涨是不是连续的一个红灯产生？我们从动能 K 线来看，它是不是最近产生了一波连续绿灯的一个上涨？跟前面一样的，连续绿灯上涨，出现红灯之后就小心风险，或者说直接就兑现了了结了。再次出现绿灯，我们再去跟踪就行。而现在呢，在连续绿灯好赚钱之后又出现红灯了，我不用管它后面是跌是涨，你只要知道红灯产生有风险，那风险出现我规避一下，是不是也 OK 啊？再出现绿灯，我再把之前卖的减仓的拿回来，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呢，你要知道，作为散户，我们左右不了行情，但是我们可以左右我的交易和我的心态。当心态摆正之后，我就不用管它后面究竟是卖了之后会涨还是会跌，我只要知道卖了之后再走出绿灯，我就买回来。如果没有再回归绿灯，我就继续观望。前面的一个三阳小顶走势是不是产生在这根十日星？十日星目前呢略微有所跌破，是不是风险开始显现？它也构成了三阳小顶后的右侧卖点。下方呢也是上财童子，上财童子之后出现红灯，是不是也要小心？变盘 K 线呢是这一根 K 线连续流进后的流出，它也被跌破，所以英伟达它也是出现了连续多种信号风险的确认。感觉呢跌破的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已经构成风险提醒，你不能够无视它的风险产生。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 127.79， 高点的压力是 134.60。今天只要不收盘突破 134.60， 那么多头就不要随便再去看多做多，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观望一下。不是说你一定要做空，而是我们要观望一下它的风险。而如果今天再次跌破 127.79， 那是不是对于昨天开空单的同学来讲，你很开心啊？你至少博弈了短线是对的，它这里风险还在释放，你就等到何时有绿灯，我何时去离场都是 OK 的。以上呢是对于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SOXS， 目前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关于这个标的，我们早在之前就说过了，它是很弱的一个表现，因为在它产生突破170，产生2号 K 线之后是一个十日星，而后170是往下走的。它跟英伟达、它跟特斯拉是有点不一样的。像指数那些呢，它的170至少是走平，有往上走的一个迹象，而像半导体指数，它是一直170往下走的。所以这种时候呢，它这种个股、这种标的就可以作为做空者的首选了。它就大概率为熊市的一个行情，在2号 K 线被跌破之后，是不是确认了它是一个反弹高点？那么反弹高点产生的空单，后续只要不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我们的空单就可以拿着，而后找加仓点就行。什么是加仓点？是不是当跌破了，或者说出现负线了，这作为空单的加仓点？那如果把股价前面的支撑，把这一根阳线的收盘价又给跌破了，那是不是依旧往下看缺口的回补，是不是进一步的加仓？所以对于某些个股来讲，它可能比指数呢更提前的走弱，那么我们可以提前以此作为空方布局的优先标的。从动能上看，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在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红灯？指数是昨天才出现红灯，而它呢是在上周周四的时候就出现红灯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说了它比较弱。目前呢是保持红灯之后的一个顺序，而昨天再出现红灯，那么现在我们只要维持它不要出现绿灯就行。那是不是做空者只要不看到它有绿灯，我们就继续看空就行了？不过这里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它离底下的这个变盘线已经有点近了。BVD 呢当出现下穿时就是一个变盘信号，像前期这里哪一天它变成了水上，是不是这一天它变成了水上，它的数值是73.119，而在它的昨天呢，还是一个负的4.074，所以这一天是上穿的第一天，所以为变盘点，是不是构成了后续的一个回调的一个高点？而它也是关头阴线，股价突破关头阴之后才出现了一个上涨。现在你要关注它要下穿了，今天就是下穿，那么下穿 K 线将有机会成为变盘低点。而那一根 K 线产生之后呢，它的低点如果能被再次的跌破，也为空单的加仓点，它则说明低点变盘不成立。那么低点变盘不成立，则是延续下跌。所以对于空头者，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今天它大概率会产生下穿，而一旦下穿，那一根 K 线低点是理应有支撑的。如果它出现支撑反弹力度够强，那么空单也要小心。而假如那个低点是没有支撑，直接跌破，那么对空头者来讲，直接继续加仓做空即可。以上是对于 SOXS 的部分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撑压位，今天的低点压力是203.5
235，高点的压力是210.78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第一部分指数分析和第二部分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所涉及到的个股会偏多，那么这些个股呢，阿哲就很难像前面一个一个认真的去讲解了。我们会比较快速的通过资金动能和龙头引力的高低位来去讲解以下的这些标的。第一只标的是阿斯麦，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前期呢，在低位出现了龙头引力的聚宝盆，然后股价出现了波段上涨，目前来到了高位，出现了上台童子。我们知道龙头引力的聚宝盆代表波段的低位，那么一旦出现买点信号，可以去积极做多。反之，如果出现波段高位上台童子的信号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再去出现买点，那么一般呢，要么是小仓位做多，要么是不做多找做空的机会。而阿斯麦，我们在上期或者说前几期视频就提前讲过很多次了，它是提前出现了三小顶的破位和提前的红灯，所以做空者也可以关注这样的标的。而目前我们看到图中的170天均线，它突破的2号 K 线是谁呢？是不是这一天周二的时候，5月13号，它的低点在昨天也出现了跌破？那么这个区间本来如果是牛市回归，它不应该跌破。那么跌破之后，对于本次的反转就有了一个考量。接下来看到170能不能够撑得住？如果也撑不住，熊市反弹高点是不是更加明确？前方的三小顶它就是一个高点的成立，而且不是小高点，是大高点。当下看到阿斯麦，因为它是提前下跌，所以它的资金提前流出，达到了变盘的需求。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变盘低点的产生，就跟前期这里一样，股价出现了下跌，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下穿？下穿为变盘低点的可能。同时这里也有下穿，但是它有时候变盘不了低点，它的低点没有支撑的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低点不成立，就会延续下跌。而如果产生回调，它是下穿而后低点确实有支撑，而后确实能够反弹力度也够，它这里就能够产生低点变盘后的上涨。目前也是的，这个地方它又出现了下穿，所以低点的位置就是变盘的支撑，而这个支撑如果一点反应都没有，直接就收盘跌破。对于空头投资者来讲，那么哪怕170还有支撑，我们也认为这个位置将会有一个下跌的空间的产生，所以也作为做空者的加仓点。这是关注的点，就是变盘低点能不能有支撑，不能有支撑，一点支撑都没有，直接还是跌破的话，一般就直接产生加仓做空点。所以这是阿斯麦的看法，哪怕它的170目前没有跌破，但是它的170呢和半导体有点像，也是一直往下的，比起很多个股要弱很多。所以阿斯麦呢，哪怕你不做空，但是尽可能也不作为优选的做多标的。目前要去找优选做多标的，找回调的买点，你也应该找170往上走。而股价呢，最好是没有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的那些股票会好一点，比如说特斯拉就还算可以作为继续观察的对象。我们再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726.18，高点的压力是746.48，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博通 AVGO， 博通呢走势还偏强一点。因为它虽然出现了三小顶，但是指数出现了什么？指数出现了红灯和负阴线，所以博通呢相对还比较承压，所以它的资金可以看得出比较理性，至少抛售的意愿目前还不强，还算是比较看低的个股。它呢是170往上走的，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强势的，做空不太作为优选的一只标的。但它也是连续出现了三小顶，并且后续呢一直在震荡，所以你看到下方是上台童子。这个时候哪怕它是一个扛跌的个股，比较强的个股，你也已经开始要小心，哪怕有做多机会红灯之后产生绿灯是买点，也涨了，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是波段高位，所以是不是也要小心一点？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模板去观察的一个原因了。这个位置出现了三小顶，那是否会跌破呢？是不是以三小顶这根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而因为三小顶的第三根 K 线为长上影线，所以大概率呢还是高点的可能性大增加。而我们看到下方它是临近了这个零轴，一旦下穿就是变盘信号，跟前面这里一样，上穿变盘高点结合这个压力位。这里如果下穿，因为它离170比较远，所以这里下穿如果产生变盘点，大概率呢应该也很难是低点变盘。具体呢关注，应该今天就是变盘点的信号。看到股价的撑压点，低点是224.445，高点的压力是233.113，关注这两个价格。
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苹果呢，阿哲依旧保持观点，它没有突破170，而且170呢是往下走的，在本轮指数的上涨当中，它保持是一个弱势的行情。目前它跟阿斯麦一样，是提前产生了做空点或者说红灯 K 线的，而阿斯麦呢至少在170之上，它呢在170之下，所以苹果我们一直是列在我们的做空标的的前列的。至少你不能以此作为做多的前列标的，因为它除非是小概率事件出现补涨，像昨天的谷歌一样，不然的话呢，它很难在这里出现特别好的多头机会。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博弈这种小概率事件，没有必要。你不如直接找强者恒强的，找特斯拉、找英伟达等等个股，至少170往上走的和突破170的。这是做多者可以去考虑的，而不是去想我去博弈这种之前很弱，然后它可能会补涨的个股。前方呢上穿 K 线为高点变盘，而后股价下跌破位，是不是确认了高点变盘？现在呢出现了下穿啊，有没有可能是低点变盘？有啊，但是它的低点要有支撑才行。如果今天继续收盘跌破，那么直接为空单的加仓点，而且这个跌破最好还是实体阴线会比较好，不要是止跌的 K 线。我们看到它今天的预测点位，它的低点支撑是谁呢？是198.235，它的高点压力是204.56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还可以，因为它的170是不是往上走的？同时呢，它的2号 K 线是被突破的，所以它为一个牛市反转的行情走势。接下来只要回调不那么强，我们就认为依旧有做多的机会，或者说至少它呢不能作为做空者的首选。我们看到底下的龙头引力也接近于我们的高位区了，而后看到这一天资金是下穿的，昨天为下穿 K 线，则它为变盘点，而它的低点为支撑，如果跌破，那么小心了，低点不为变盘，那么则为下跌中继。目前呢，它还保持在绿灯的一个序列，所以整体呢和博通一样相对砍跌。但是如果指数后续维持下跌，或者说指数确实确定为一个出货行为，那么哪怕一些个股比较砍跌，它也难逃调整。所以目前呢，我们尽可能在指数确认为砸盘信号之前，不去盲目做多或加仓看多某些个股。当前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低点变盘 K 线，低点应该有支撑，没有支撑则延续看跌。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预测点位，今天的低点624.61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641.0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STR 的股价走势整体依旧是比较强的，在最近刚刚出现上台童子。在前面低位呢出现波段低点，而后170一直保持上涨，这种个股呢你可以做空，但是你要知道是做空的空间一般就是170为极限了，因为它整体一旦到170就容易出现牛市的一个低点，在最近或者在之前一直都是如此。所以这种标的呢，哪怕你要做空，你最多也就是抱着它强者恒强，在物极必反之后的回落。目前出现了上财童子，但是在个股上呢，它虽然出现了波段的高点信号，但是它没有出现红灯，还保持在绿灯的行列当中，所以把它归类于 Meta 和博通等标的相对强势砍跌的个股。而它现在是一个负线后的 K 线为 X， 以此呢可以去关注。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变成一个什么 K 线，变成红灯 K 线呢？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85.204。而高点的压力是413.01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价格走势前期的下穿 K 线，它为变盘低点，是不是它是有支撑啊？所以低点变盘有反弹也正常，但如果这里再次出现跌破，就构成了下跌反弹再下跌，这个低点就只是反弹低点，而不是所谓的上涨牛市的低点，这是要去小心的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PLTR 是连续产生了一个下跌的走势。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是不是有讲到了同样的变盘信号，跟特斯拉是一样的，有红灯、绿灯、红灯，也就是说3种颜色交错出现为变盘信号。变盘信号第二天它是一个下跌的，在变盘点上后出现下跌，则说明它这里是看跌。而我们看到它这一根 K 线是变盘低点，而后也被跌破，所以 PLTR 暂时就不要随便做多了。我们看一个物极必反的回落，目标是170附近。当前是处于资金的变盘向下，而后个股动能上的变盘也向下，再结合
上财童子的高位提醒，所以皮尔提亚哪怕你不做空看空，你尽可能的也小心不要做多了。这里如果之前有做多的，这里也应该有所获利兑现了。关注一下今天的价格点位，低点的支撑是116.145，高点的压力是123.845，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谷歌呢，昨天虽然很强势的上涨，但你会发现是不是目标依旧是170？那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熊市后超跌反弹，是不是跟我们所讲的，比如说这个有股票 MSTR、PLTR 在牛市当中产生了超涨超买，而后物极必反回落到170，其实类似的。前面这种超跌后反弹到170，是不是压力啊？昨天碰到170之后，是不是就回落呀？然后回落过程当中呢，它出现了一个红灯后的绿灯，正常来讲它为买点，但结合指数的环境为一个负线，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小心一点。它这里呢是提前指数出现了负线，而后再出现了一个反包，我们说这里就解除了负线的风险，所以谷歌当下如果是有空单的，肯定是止损的，而如果是想要做多的，那么现在不太建议，因为指数的出货信号还没有被否认。只有在指数的出货信号被否认之后呢，我们才去积极的找到做多机会。所以只是出现了一个动能上的买点，它能买吗？哪怕你说阿哲我真的想买，我就想按照红绿灯去操作，就像前期一样出现了红灯和绿灯转换之后作为买点，可以吗？可以，但是要注意了，防守，而且尽可能仓位要小。我们看到关键的一个 K 线，就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是这一天。好，这一天呢为一个区间。今天要保持在它之上，才能够证明它这个突破是有效的。如果突破之后立马就跌回来，甚至是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是不是依旧为无效的突破？这说明它这个位置走势很强，但是也依旧为诱多的现象。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它的支撑是167.475，高点的压力是177.11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出现了红灯，那么则又构成了一个红灯、绿灯、红灯的变盘走势信号。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SFT， 也就是微软。微软的走势是不是在本次的持续的绿灯上涨后，它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红灯呢，刚好也下穿了，因为它是上涨途中首次的滞涨而后下穿，所以这里是低点变盘的可能性就变得很低了，它有可能是高点变盘。这一天的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么是不是风险？而在 K 线上，红灯本来就是风险，三阳小顶呢也被跌破了，所以当前的微软，我们抱着之前的想法，就是它容易超买，而后它容易出现牛市后的回归，超买之后对170的回归。当然这里呢也不太作为做空的首选，因为这种处于强者恒强，我们一般呢做顺势而为的话是不以此作为空方的标的，但是阿哲只是说这里有风险。至于做不做空，就看个人选择。止损呢，可以以前高作为防守，所以这个位置风暴比其实也还算合理。而假设如果你发现昨天这根 K 线它就有支撑，那么就说明这个变盘点还真有可能是低点变盘，那么就说明微软很强。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表现，低点的支撑是多少呢？是449.209，高点的压力是455.17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呢，目前是对于170很明显是无效的突破，因为突破的第一天、第二天也是十日线跟半导体类似，而后产生跌破红灯，跌破之后呢反弹再跌破，是不是对于170也跌破了？所以它呢这种走势就是比指数比一些个股是提前走弱，而且是提前很早。当前跟阿斯麦有点类似这一天出现了红灯，但同时也是下穿 K 线。我们说下穿 K 线呢有机会是低点变盘，就类似于之前的这些区域一样，你要关注这里会不会有反弹。如果这种低点变盘出现的时候连反弹都没有，就说明这个低点变盘只能看连续下跌，是下跌中继。所以昨天亚马逊的这根 K 线低点要有支撑，没有支撑的话，多头就别想了，不要随便的买进。空头呢就继续保持看空即可。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198.893，高点的压力是202.288，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是不是也是在上财童子波段高位之后产生了盘整？2号 K 线呢，目前是没有有效突破，也没有有效跌破，170整体是偏向上的，这也算是还 OK 吧。
跟英伟达有点同样的处境，目前呢没有明确的选择，而昨天的指数出现红灯，它没红灯，所以也保持着一个扛跌的状态。这种个股呢，一般不作为做空的首选标的，而做多者可以继续关注170的支撑是否有效。我们再看到底下离零轴是比较靠近的，一旦出现下穿零轴，我们关注那一天的支撑位。而红绿灯上关注一下，前面绿灯之后一直保持我们所说的无灯，这是不太好的，因为无灯状态说明它在消耗之前的上冲动能。在绿灯之后呢，说明动能加速，但加速之后是无灯的，就说明这个动能不可持续，目前在消耗，而很容易出现红灯的产生。所以连续的无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对于当前的走势，对于当前的绿灯后的走势是不太好的。今天的低点的支撑是188.75，高点的压力是193.515，关注这两个价格。最后我们看到 SMCI， 它是不是跟阿斯麦是有点像的，也跟半导体指数的走势差不多，也是170呢往下运行，它有时候会有超跌反弹，不是说熊市就不能涨，熊市也有涨的时候，有做多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上涨的时候突破了第一根，突破了第二根，它这根 K 线就容易是牛熊转换点。所以如果还是熊市高点，就不太容易呢去有效的突破它的高点。所以第一个关卡感觉很强势，但是这个高点一直不突破，目前低点还突破了，是不是它可以跟之前一样建立空头的仓位，以熊市以看空的角度去做空啊？做空的第一目标就是170有没有支撑？之前这里跌破之后反弹一下又跌破了，是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继续往下看，依旧是熊市反弹高点。所以当前这里我们暂且不认为它会反转，依旧属于反弹熊市高点，因为它跌破了2号 K 线的区间，目前往170去看。在前面高位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一个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产生了变盘信号？变盘之后第二天是下跌，而且是红灯，是不是本来就已经提前指数走弱，提前呢是空方交易者的注意对象？而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今天的高低点是谁呢？今天的低点变盘是39.89。高点的压力是42.9啊，关注42.9。如果这里能够出现绿灯，那么还有机会，因为出现绿灯就会回归到2号 K 线区间啊，但是这个概率性呢可能不大。这是关于 SMCI 的讲解。以上就是5月2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负阴线，这是一颗炸弹出现，也是本次上涨的首个做空点。那么究竟是出货的负阴线还是砸盘负阴线，我们只需要通过今天的 K 线为观察对象即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让您在未来的操作上能够更多的引发思考和技术分析的进步。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